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哦。今天会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主题，音乐生成。好，那应该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自己在听音乐嘛，对不对？好，那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其实像我自己是完全什么乐理都不懂的人。好，但是我现在那个 Spotify 有4首歌这样子哦。那所以呢，你可以知道，就是说，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其实你不会受到你原本的天赋或者是你原本的专业。而影响，那你可以很容易的就可以切入到某种技能，你就可以让它赋能给你嘛，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呢会要来谈到就是有关于音乐生成的部分。好，事实上来讲，从原理上来看一样嘛，就是说我们过去学过图像，图像是一个2维的数据。那你就想象，就是说，声音其实就是等于是一个1维的图片，就对了。好，就是图片是宽跟高，那我们在声音上来讲，它其实就只有一个维度，就是所谓的时间。啊，它就是一个随着时间的波动嘛，对不对？就是随着时间波动，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讯号，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讯号，就是随着时间，它一直发出那个不同的那个就是能量的强度。那等于我们机器就是要预测下一刻的那个它的一个数据嘛，对不对？好，它就是一种一维的数据，一个维度的数据。所以其实你听到一维的数据，好像想说前面不是等于是声音是一维的，影片是2维，影像是2维的，然后影片是怎样3个维度的嘛，对不对？好，那所以呢，感觉上来讲，那声音是不是因为一个维度就比较简单？其实也未必。因为本来就是一个维度的讯号，其实处理起来，对我们来讲，其实可能有时候会更困难。声音这件事情啊，它其实的难度其实也是蛮高的。好，那我们其实如果想象说，如果你要能够写一首歌，好，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让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整个制作完一首歌的一个过程。好，那以前制作一首歌，可能你需要耗费很多的作词、作曲、编曲，然后还有一堆，还要请歌手来配唱，对不对？那你可以想看，就是说，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这所有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会很重要的就是要用2个工具的互相串接哦，一个是那个 ChatGPT，然后另外一个是 Suno.ai。现在如果讲到音乐生成，大概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啊，而且基本上它的那个品质好到吓死人，就是写的几乎10首，大概我不夸张，大概有6、7首都是好听的。对对，就是6、7首很好听，就是很神奇，而且不管怎么写都还不难听。然后呢，而且基本上来讲，它现在还不停的创新，重点是生成速度还快，生成速度快又不会翻车，然后这个在生成式 AI 里面算是非常罕见的。非常罕见的一个优等生哦，那而且重点是它免费额度还给的很足哦，好，这免费额度给的非常足。那好像是听说，我虽然没有直接用，但好像听说是每个礼拜会给50首歌。对，每个礼拜有50首。我中有一个朋友，就是他1毛钱都没付过，已经写了上千首。对，然后我就觉得我都没有那么勤快，因为我写的话一定是写完这一首歌之后，我是要把它拿来做成 MV 嘛，所以其实做 MV 也可以是你的一个就是最后的那个交卷的这种形态之一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其实可以有很多种不同形态，像上次介绍到，就是以图生，就是生影片，那你可能就要产生静态图，可能让它可以动起来，然后呢再来把它剪贴在一起，这是一种模式嘛。那我们今天教到的这个音乐，你可能会需要有背景音乐。哦，就像我上次那个外切的那个影片，那你等于是背后走秀的话，你是需要音乐，那你也可能会是一个 MV，你需要有一个歌来去在前面，那你就可以去把一些相关的意象的影片把它剪在里面嘛，对不对？这个都是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构思的一个方向。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是Suno.ai 的画面大概长像这个样子哦，所以其实大家这个就是 Suno.ai。好，那基本上你就它现在的网址是 Suno.com。好，那你可以点进去之后，而且它在企图要把大家的生成 AI 生成出来的东西，怎么样子跟那种粉丝啊，或者是粉丝或 community 的概念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等于是你可以在上面发布你自己的 radio。好，那也就是说你自己的音乐频道。然后呢，就让大家来播放，然后呢，他也会办很多的比赛，然后来去比那个人气啊，怎么样子，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平台，很多人在上面玩这种东西啦。但对我来讲，我比较不是去冲那个歌曲的播放量，因为有些人会去冲这种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回来看一下，到底要怎么样子做出一首我们心目中想象中的歌曲。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写一首歌，如果写的都是那种到处都听得到歌，也很无聊，对不对？那有没有可能写出一些比较特殊、比较独特的？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歌手当那个都是因为他的歌曲可能会跟别人有不一样的辨识度嘛，对不对？好，那就是像早期的周杰伦，不是出来的那个题材都很特别，好像大家都是前所未见。那我们这边就可以顺便利用一下 ChatGPT 的能力，好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可以做出一些天马行空的东西哦。好，那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利用数诺点 AI，可是啊，像我刚刚不是说了。我完全一点乐理的知识都没有，所以当然啦，这里面的词曲创作完全直接跳过产生乐谱啊，产生那些的过程都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对我们来讲，为什么要产生乐谱？那是因为人类在分工合作的过程中，我要怎么把我所做出来的那一块可以交给另外一个人，可以让他持续的往下去做创作嘛？因为有的人要负责写词，有人负责写曲，有的负责编曲。所以它其实是因为多个人在协作的时候，我要把这个目前的产出曲这件事情要交给另外一个人，所以我必须要把它变某种形式可以交给别人嘛。但现在如果都是 AI 的话，我根本不需要交给别人，我就直接一路产生到最终的结果不就好了吗？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可能平常在听音乐的时候听到的最终的完成品嘛，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以前的词曲，他可能是先做词，再做曲，然后编好曲，然后再去配唱，配完唱之后再去做后制，最后才是你要的东西。他现在其实就是直接，第一个，他甚至连词都可以帮你写。好，那我觉得，但是这样子其实就是太过随机了啊，所以我自己喜欢词，我先让 ChatGPT 这边我来主控，让 ChatGPT 写出比较理想的东西，然后我再来把它的那个写完的词，再来放到 Suno 点 AI，再来去生成我要的东西。好，这个其实是我比较建议的一个做法，比较能够产生出你想象中的东西啊。好，那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Suno 点 AI 大概里面会有几个比较有趣的地方。第一个就是 Create， 就是当然创造一首歌，然后呢就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去做。你可以看到像这个里面很有趣的是，我上次去那个桃园国中演讲，我一直很印象深刻，因为我在像刚好前几天我去了一场商周的活动，然后在那边都是那个就是理财，就是那银行的理财的贵宾，然后现场就问说，哎，你有多少人有用过 ChatGPT？ 大概全场举手不到5个。好，然后呢，一般的企业我去问，生成式 AI 大概是1/3的人有用，然后我很惊讶，是我去桃园国中问。在场有谁有用过 ChatGPT？ 全员举手，每一个不夸张，每一个。然后我会问他说：“你们都拿它来干嘛？”他说：“拿来写报告。”然后呢，我就因为当场我就要示范怎么写报。那当然你知道 ChatGPT 如果你prompt没有下好，你写出来报告是很烂的，对不对？然后我就问其中就是直接请他们告诉我说：“你们哪一个现在有什么样的报告？我现在立刻示范来写出来。”然后他就有一个举手，他说他写的报告叫棘皮动物。对，就要做一份报告，就是什么叫棘皮动物？对，然后呢，我们就立刻不但是让他写出一篇长文，那报告之外，同时我还立刻让他写了一首歌，就是立刻用棘皮动物为主题来写了一首歌，然后你可以来听一下哈。好，所以基本上来讲，然后当然那个歌词是 ChatGPT 写的，我直接跳到副歌啦，我很懒得。等一下，我看一下哦，我把声音。让世界看到我们的光芒，我们是海洋的舞者，无所畏惧的飞翔。我们的梦想其实还不难听，对不对？像星星一样，而且这个是生产一波就拿出来用就可以了。好，我们无所畏惧。听起来还不错，而且歌唱技巧还不差，对不对？好，然后听起来像什么风格啊？你觉得像什么风格？
其实我上面都有写啊，就 K-pop、K-boys，就是韩国男团，就是韩国男团的风格，对。然后你看那个歌词是怎么，歌词字有点小，对不对？但是你可以听。但我觉得这歌词有点怪啦，鸡皮动物为什么会跳起来？这个是我不明白的地方，因为它应该是不会跳才对啊。好，不过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ChatGPT 写的歌词。好，那所以你可以发现哦，就是说在创作这件事情上啊，虽然它有一点点逻辑不太对，因为鸡皮动物不都在海里嘛，它要如何跳起来？好，那但是基本上来讲，它可以去创作一些我们过去很难想象的东西。那这个里面要构成一首歌，其实你认为我们在所有的模型里面，很重要就是你要给它输入，然后呢，它会给你输出。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它的输出就是给你一个有人在唱歌完整的乐曲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就是唱出来的这个结果，就是一般的 MP3 或者是那个 WAV 档案，就是一个声音档。那这个声音档里面含有歌声、编曲、配乐，全部都做好了。好，那我的输入会是什么？你的输入会是什么？那个所谓 Suno 点 AI， 我认为它很厉害的就是它把输入做得很多元，而且它让每个输入都变成 optional。就是等于是你都是变成可选择的，只有一个是非得要你自己写不可，其他的都不行。那这一个就叫做 title， 好，就是歌的标题你必须自己写，好，标题你必须自己写，它不能够帮你无中生有出一首，就是随便帮你定一个 title 就不行的。那这个 title 是可以自己写，而且它的输入非常非常的多元哦。那我想说最重要的第一个是 title， 而且重点是你可以写中文。在上面完全可以写中，虽然它的界面都是英文的，然后呢，你里面的东西完全可以写中文，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你都可以直接用，现在就可以连上去，然后再去试验一下啊。那么第二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你可以告诉他这是一个在这里面它这个 lyrics， 那也就是填入歌词。好，那等一下我会告诉各位，它的歌词是有一些小小的技巧。然后你可以用ChatGPT 来帮你去做生成，然后它这里呢 Surprise Me 其实也是背后去叫 ChatGPT 根据你给的主题来去写歌词，其实差不多。但我自己觉得可能我比较觉得歌词还是要自己掌控会比较好。好，那所以我通常都会让 ChatGPT 独立来写。那如果是这个 instrumental 呢，就是纯粹的演奏用的，就是没有人的声音的。那种所谓的演奏曲，所以如果你要做电影的那种特效的就是那种所谓的就是音乐那个电影的那种配乐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个也都可以做，纯粹的钢琴伴奏啊或者什么都是可以的。好，但是我觉得它的配乐的那一块的能力会稍微比那个有人声的会要弱蛮多的，就是产生出来的音乐往往都会被那个就是太过相似，我觉得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啦。好，那像举个例子来说，我之前有产生出一些那个可以拿来作为我的背景的音乐，我有设计一些就是可以拿来做背景音乐，但是我都觉得它彼此之间有点太相似了。我举个例子来说，好。这种歌常常听到，对不对？对，虽然的确是一首全新手写的歌，但是这首歌放上去会被那个版权侦测误以为是别人的歌。对，就是那个旋律实在太像了。对，好，然后就是所以我就没那么建议啦。这首我是不是唱这种歌，这种风格的是常常听到，对不对？对，这种就很容易会被版权机制给扫到，所以这个是要比较小心的。所以我觉得它的纯演奏这种这个旋律实在很熟悉，对不对？好，那所以呢，我这边就不会那么的建议说，因为我们最后的那个交权是要放到那个让你们传到 YouTube 上面嘛。好，那所以如果你传上去了，
当然无所谓，因为大家没有要盈利啦，没有盈利的话，用到人家版权也是无所谓的。好，那但是基本上你会觉得你自己好不容易做得出一首歌，竟然跟人家版权撞到，你就觉得很哦。好，那所以呢，我在做这个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诶，可能如果你没有很常听这一类型的东西，可能问问别人的意见，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太普通、太相似。但是它如果是有人的声音的部分，我觉得做的就很好。好，那所以呢，我在这个里面的 playlist，各位可以看，这个是我目前我这边有放在这上面的，都是我已经在我的 YouTube 上面有发布过，而且都有对应的 MV 的结果。好，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做这种音乐 music video 的这种形式，我觉得也是很 OK 的，因为一首歌很容易就可以超过3分钟，对不对？那你接下来你可能就是要去试，而且歌的副歌既然都是重复，那你很多的，你看很多的 MV 的导演不也是很多片段一直在重复，对不对？好，那只要你合理的重复，我觉得是 OK 的，可以接受。好，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我觉得如何善用一些技巧来让你的东西可以撑过3分钟，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并没有禁止大家重复的使用片段，但只要你重复的很合理，我觉得这样子就没问题。好，那你看，因为音乐的副歌本来就是重复，所以这一段就变得是颇为合理的一种可能性，对不对？好，那在这几个都是我已经放上去的。那里面有几个比较大的特色，就是早期我都还会自己写词，但是呢，后面的全部都是 ChatGPT 写词了。好，那我就是站在一个指导的一个角色。好，那我们以这个其实我有把这首歌的制作过程有把它那个做成一个影片，就是我有把它做成影片放上网。像是对话中的回应，你的爱这个词全部也都是 ChatGPT 写的。好，那我先不播这首歌，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 Suno 点 AI 上面播声音可以听啦，但是它没有 MV 可以看，就感觉那个就好像比较缺了些什么。好，那我们以这个既然已经已经有在上面有教，我就不再重复讲这首歌。我们今天会拿我的另外一首歌为例，然后告诉大家说这是怎么做出来的。好，基本上我会用的是这一首。好，我直接切到我的 YouTube 上好了。好，那各位先猜猜看，接下来我给各位看的这首歌，我当初呢取材的时候是用哪一个歌手来当做，就是来当做那个取材的对象？刚刚那首《幻觉》，每次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周杰伦。好，只是因为他戴了那个就是就是卖报纸的小铜帽，对不对？好，只是那个关系啊。其实那首歌跟周杰伦没关。刚刚那首歌的就是取材的对象是高尔宣，对不对？他叫高尔宣嘛，对不对？因为我很怕念错，对，因为对新的歌手比较陌生哦。他是取材自高尔宣。那我们来看一下哦。那这一首歌你觉得是取材自哪一个女歌手？有在台湾发片的女歌手。好，那这个看一下影片，猜猜看它是取材自哪一个？呃，一个提示，不是台湾人。对，有谁可以猜得到？原本温暖的冬天，却突然失去温度了。不久前，所以你如果要教 MV，就差不多要长得像这样吗？没有啦，但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初学，在做这种 MV，也是一开始是初期的尝试。老实说，我前面一两支我都觉得蛮烂蛮蹩脚的，到这一支就开始比较成熟一点，运用了一些技巧，而且很重要一点就是你会发现我在这里面还是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前面的女主角的脸跟这张脸就没有合在一起，对不对？对你真是轻描淡写的遗忘，也以为你和我一样，没那么快的走出爱上，但有时猜猜看是哪个歌手？在台湾发片过的东南亚的歌手，东南亚的歌手啊，哪个？
戴佩妮，好，是戴佩妮。好，那这个其实是我故意让 ChatGPT，我们来示范一下，用一个，我们今天就是让大家今天集体创作好了，就是说，等一下我们要什么歌曲的取材啊，不管是标题什么，我们都由同学们现在直接的丢出什么词汇，我们就照用。好，就是完全无脑，全面照用。然后我们来看看会生成出什么样的东西啊？好，那你们先告诉我一个歌手，你希望用它来去做创作。我们今天换一个歌手。好，那随便告诉我几个可能性哦。啊，什么？刚有人讲吗？对，随便讲一个，你讲了我就立刻用。对，诶，呃，有吗？诶，好，我这边把它先开一个新的题啊。有哪个歌手？给我一个歌手名吧。也讲的话都请大声一点。对，而且我可能对新的歌手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你要稍微告诉我一下怎么写啊。周兴哲是不是？周高兴的兴，对不对？是吧？好，那我要怎么开始呢？首先，第一个，我之前有讲过，所有你要让 ChatGPT 去做任何专业的事情，你的第一步应该要干嘛？概念对齐，对不对？概念对齐。好，所以呢，我们会要怎么样做呢？好，请先上网查询周兴哲，对不对？高兴的兴是这个嘛？高兴哲，周兴哲，这风以及词曲主要创作概念与风格。好，那整理成好，那所以呢，请先上网搜寻周兴哲这个歌手的曲风，还有他词曲主要的创作概念跟风格。然后呢，并为我整理成详细的概念对齐笔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哎，我把字放大一些。好，那么所以呢，它在这里面，因为现在 ChatGPT 已经变成那个可以变成所谓的 Search GPT，所以呢，它就可以直接旁边就是它的那个所收到的这样的资料来源，对不对？好，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它就开始告诉我们说，他是台湾知名的创作歌手，然后他的抒情情歌多元的尝试，然后怎样怎样，他就开始整理出了这些。好，那么通常来讲，我们因为等一下是需要让 ChatGPT 来帮我做一些词曲创作、词的创作，那所以通常我会让他在 Focus 在他的词里面。好，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再下一些 prompt 是。好，请针对他的几首代表作来帮我去解析它里面的词的一些概念跟意境，所以他就会开始去挑几首歌，对不对？然后呢，他的代表作，然后呢，告诉你说他的这一首词曲里面的主要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好，那他就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概念对齐嘛，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要他开始写歌了。好，我要他开始写歌了。那首先我们必须要先决定要写什么歌。随便给我一个词汇，就像刚刚那样子，那种极地动物那种都可以很离奇的词汇都可以。好，我们随便丢一个词句，然后给我一个主题，然后我们想办法要把它凹成一首看起来可以写成正常的歌曲的这样的东西啊。诶，我之前有告诉各位那个其实我有示范过，语言模型它其实是你不管给两个概念离得再远的两个概念，它都可以写成连在一起写成一个合理的文章。这个我上次有教过吗？好像没有教过，对不对？哦，那我可以先示范一下，这样让大家比较有感觉，这样大家就比较敢喊出那个题目出来哈。那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之前曾经在那个有一场之前在师大的演讲，然后呢就刚好台下的观众就是我就是直接出给大家，就你可以随便讲任何两个你觉得扯不到边的词汇，然后呢，ChatGPT 一定可以帮你得到一个
可以合理的一个结果。然后就那个人出的题目是女生穿的鞋子女鞋，然后第二个词汇叫做热力学第三定律。热力学第三定律是要绝对零度啦，所以呢，结果呢，确写出来的结果是女鞋是一个系统，而它的温度就是穿着它的人的心情。一双烂的女鞋穿到山上，马上就心情跌到绝对零度。然后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啊！这个也可以连得在一起，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可以给他任何两个完全不搭嘎的词汇都没有关系，他一定因为语言模型，他就会想办法去找到这两个词汇，一定找出一个合理的东西可以去让它连在一起哦。好，所以那个我现在编写 prompt，然后你们想一下，告诉我几个你们随便两个不同的人喊出来的词汇，我们就把它给拼在一起哦。好，稍等一下哦。好，就是说你只要这样子，就是请以什么什么为主题来撰写出吸引人的、要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部落格文章，其实就可以了。好，那随便给我两个词汇吧。哎，就随便讲讲。火车还是可以再有创意一点吧。对，那随便这边有没有人要讲？随便任何一个词汇，越离奇越好。像刚刚那种物理的就很离奇了，对不对？那你可以从你自己领域里面想一个觉得扯很远，这个两个关系不搭嘎的都可以。有没有人要讲？随便再讲一个。你都太害羞了，还要表达。哎，哦，我听懂了。好，因为才实在隔得太远。好，你说的是理想气体。好，但是我觉得理想气体方程式感觉上跟火车应该感觉不是很遥远呢。对啊，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请他写出一个是要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对啊，我觉得这个不是感觉不会太远，对不对？因为火车本来就是早期的火车用蒸汽机来运作，那你用理想气体方程式感觉不会太遥远。那我们把火车换掉一个词汇呢？你要不要再补一个？就是补一个，你换掉你刚讲火车的那个，你找一个词汇把它换掉，好吧？我们来换一个比较离奇一点的。对，好，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自己随便写哦。那那我们就理想气体方程式，好好，假设好随便，看起来感觉差得更远，对不对？好，那么来看一下哦。然后他就告诉你说，理想完美食与科学的完美结合，拉面汤头中的压力与温度，你看它可以先瞎扯到这样的东西，对不对？好，弹性跟吸附力啊，等等等等之类的。好，所以你可以想象是，不管再离谱的两个概念，他都一定可以想到一个可以说得通的方式，可以把它给圆过去，对不对？好，我们切回到刚刚的，我们其实周兴哲已经有先怎样，有先已经做到这个部分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哦，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让他已经理解了他的曲风了，对不对？接下来我要怎么开始做？我们说了，我先要去完成一个专业的任务，什么技巧是最重要的？角色扮演，所以他应该要怎么做？好，那我们就用刚刚那个比较离奇的那首就是你要来制作一首歌，然后呢，好，理想气体方程式，好，好，假设说我今天就要做出这首很离奇的歌，但是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这首歌凹到一个合理的、合理的方向嘛，对不对？好，那你如果要把它凹到合理的方向，那你就要告诉他这首歌里大概在讲什么，你需要给他一个方向。请注意，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过，人为什么想要表达，为什么想要创作？因为我们没有读心术，我要让别人知道我在想什么的唯一的办法，就只能怎样写出来嘛，想出来做或者唱出来。所以在这个里面，你要有想要表达的东西，你才会变成一首有意义的创作。但是问题是，ChatGPT 它学会了人类语言的表达形式，但它没有想要表达的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你如果叫他自己去想，他写出来的东西就会很烂。所以最好你要去把这个概念给他一个明确的概念跟方向。好，所以写一首歌叫《理想气体方程式》，然后呢，它的概念是，好，假如说化学的名词来投射到生活与爱情观。好，随便我写一个比较抽象的东西就可以了。好。好，那么你写一个比较抽象的，然后我们等一下来看它是要怎么把它凹回来，对不对？可以怎么样把它圆回来？好，然后呢，好，这个是我们要去请他来去帮我们写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请他先写出一首这样的词汇。那这首歌我们希望，他应该都是唱慢歌，有快歌吗？他有唱快歌吗？没有。好，对，OK，好，那所以呢，就是请你。那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请他来撰写这首歌的歌词，然后歌词的段落名称，请用中括号标示。等一下我会来让我就从这边另外开一个 ChatGPT 来让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那个歌曲里面的主要的段落名称。好，好，那什么叫做段落名称呢？我们如果用中文来讲，就是主歌啊、副歌啊，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好，第一个 verse 是主歌，然后那个 chorus 是副歌，bridge 桥段，然后呢前副歌、前奏、尾奏、叠句、钩子、间奏有这么多，当然不会是每一首歌全部都要用。哦，不是每一首歌全部都要用，那你可以要求他，我们除了主歌、副歌之外，后面，你可以要求它的结构，好，因为你如果要凑到3分钟，如果你这主歌、副歌没了，它就很下，可能1分钟就没了，好，所以你必须要清楚的告诉，你可以让他先发想，先发想，然后呢，发想完了之后，如果你觉得不够，你可以再要求他改。如果你已经有一个想法，因为其实有些歌曲它其实是主歌、副歌重复了几次之后。然后进入到一个 bridge 的桥段，再把它拉起来，再来一波。对，那你如果想要做这样子也可以。好，那我们先让他先写，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但是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是什么？既然是写歌词，应该要干嘛？然后请你我来撰写出歌词。好，注意节奏与押韵。好，那在这里面要注意哦，如果是使用比较早期的 ChatGPT 啊，那因为基本上来讲，那个像例如说，如果你用的是 GPT-4或者是3.5，现在3.5你要用也拿不到了。这两个比较旧的版本，它是没有把声音放进去建模的。好，那如果你没有放进去声音建模，那你认为它有可能帮你押韵吗？没有办法，所以 ChatGPT 基本上来讲，在3.5跟4这两个版本是完全没办法帮你做押韵的。那还好，我们现在基本上它都给的是那个 那个 Pro 以后的版本，基本上来讲，通通都会是把声音的模式、声音的资料也都放进去，它会知道这个字要怎么念，这个时候它才会有所谓的押韵的概念。好，所以你在这个里面，你现在要求它就是可以的。那如果是你针对是从来都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是加入声音的概念去训练的模型，其实它根本没有办法去做押韵，因为它只看到文字，它怎么知道这个字怎么念？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去做到所谓的押韵的动作。所以在这边呢，现在是所以我们就可以要求它要去做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执行下。好，那他现在是那个他的分身要来撰写出一个歌词，我们之间温度像公式般在摆布，压力越来越大，慢慢模糊，彼此变数，记住容量，重复，押乌的韵，对不对？好，那你可以发现，哎，它可以做得很好，对不对？每次呼吸像是计算比例，热情分子在控，毫不客气，记得那些承诺，分母般的堆积，温度太低，冷静。那这里也是押韵哦。那而且节奏是
节奏是，你看我光念的时候就有节奏了，对不对？好，然后呢，副歌，你是我的理想气体，我的爱是一场实验，不确定的感觉却越来越明显。不管压力怎么变，温度怎样改变，只要你在，我的爱仍然不变。哎，也是基彩押韵。好，那不过这个押韵押的比较丑一点，因为都是"变"这个字嘛，对不对？就是对，那所以老实说，都是你看都是变改变，我们不变，这个老实说有点丑。好，那所以请他怎样？因为真正好的押韵应该是要用不同的词汇都还可以押得到嘛，对不对？这个用同个字来押，我们来看一下哦。好，所以呢，我这边就可以告诉他，好，我就告诉他说这是一个很拙劣的押韵手法，那他就会跟我道歉一下呢，赶紧就开始做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诶，好，那他就刚好因为我现在开的是 Canvas，等一下啊、我先看，他就会因为他那个搞错了，因为等一下我先，因为他刚刚误启动了这个 Canvas，好，把它切回到 GP4，好，这样子好。然后你看看，感谢你的指正，好，然后呢，接下来他就开始来去做修改。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他刚刚比较严重的会是在哪一段啊？那个副歌的这一段。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副歌的这一段。好，那你看哦，你是我的量气外实验，制造平衡，氢源沉淀，压力多重蔓延，由你改变，气体扩散，浪漫扩展。OK，好一些了，对不对？好，那么我基本上来讲就是直接使用啦，我们就不细修了，好不好？我们就假装这首歌是已经是 OK 的。好，好，那假设是已经有这样的东西，那枢纽点位除了需要一个歌词以外，还需要什么呢？那我们的标题，我们现在是标题也有了。好，我们现在是标题也有了，然后我们的那个歌词也有了，对不对？好，我们现在进入到 Create 这边，歌词有了贴上去，然后呢，标题是叫做理想气体方程式嘛，对不对？好，好，那所以呢，在这个里面还需要什么呢？会需要一个曲风。好，那曲风呢？有几种可能性。第一个，如果是以周兴哲来讲，他可能有惯用的曲风，那么可能可以延续用他的曲风来去做一下看看。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可以让他去走一个完全突破的路线，对不对？好，那让他去再去规划曲风。那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可能大家对于曲风的关键词也不见得那么熟。那这个时候呢，有几种做法。第一个，苏诺点 AI 呢，它在它的那个就是机制上面，它有一个还蛮变态的一个功能。好，那就是这一个。好，那就是这个是什么呢？随机的曲风大转盘。对，你就可以用随机的方式，对，可以用随机的方式来去找这些东西。我老实说，对，所以你这个东西啊，你不清楚曲风的，你可以在这边随机乱踹。好，那老实说，因为曲风实在太多元了，所以你要踹到一个好听的，我觉得几率很低。对，这个就是我通常拿来当做补充自己不足的音乐知识。那以及呢，来看看哪些关键字，哪些关键字是可以把它给放进去的，对不对？好，那所以呢，我们来看到就是说，既然它的东西，它的词汇已经用了很有节奏感的东西，然后那个押韵啊有节奏感的东西，我们让它，诶，等一下我们来如何来去设计这个曲风？我们就当然可以再交给 ChatGPT 来帮忙，还是一样回到 ChatGPT。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哦，请从两个方向来思考。好，两个方向来思考。第一个，以周兴哲擅长的曲风，要做出突破的周兴哲来思考音乐制作的曲
风关键字。好，然后我请他用2个方向来思考，一个是用周兴哲原来擅长的曲风，第二个要做出有突破的周兴哲，请来思考应该是说这首歌音乐制作时候的曲风关键字，请他帮我列出来。然后要注意那个曲风关键字，基本上要用英文撰写会比较好。好，英文撰写比较不会有偏差。好，通常我建议曲风这个关键词最好用英文。好，那么他所原来擅长的这个曲风，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keyword 啊什么。好，不是都叫他英文给我撰写，他还给我。好，等一下，他这种有时候话太多，我只需要把它关键字，你不需要给我一个一个解释嘛，这样我还剪贴很麻烦。你要怎么让他话不要那么多啊？一个指令就可以了，教各位，就是你只要告诉他直接输出，无需解释。好，这样就可以了。好，好，直接输出，无需解释。诶，好，他就会帮我们有没有？好，我们现在就得到2组关键字，对不对？那第一组是他所擅长的，那老实说我也不清楚这些是什么曲风，我们就来试试看。那这第一组的是他原来熟悉的曲风，那我们把它丢给那个就是 Suno 点 AI，不过因为我刚刚好像切到别的页面，它那个就没了。好，我们把它贴过来哦，这个是他现在这个曲风，然后他现在熟悉的曲风。然后我们把刚刚的那首歌的歌词，新的版本的歌词把它给扣过来。好，那请注意，就是你一定要让那个就是歌段落的标头的名称，一定要用中括号来放在那边，否则它会不小心会误以为那是歌词，就会把它唱出来。好，这我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好，那所以一样就是把它给贴过来。歌词，然后然后这个叫做理想气体方程式，对。好，那还有没有哪些东西是还没有的呢？在这个里面啊，之前我们在用书的点爱的一个最大的头痛的地方，就是你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控制唱歌的人的是男的是女的。每次我都写说要用男生声音唱，他就跑出来就是女的，然后用女生声音唱就给我一堆男生声音这样子哦。所以呢，在这个里面他开始做了一些改变，然后他多了2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机制。第一个 upload audio，你可以上传一个人的声音，他就会把那个人的声音用他的声音来唱出来，这也是某种声音克隆，对不对？但事实上来讲，他的声音克隆只能够克隆出唱歌的声音，所以你是没有办法让他来念正确的那个一般的念稿，那个是不行的。好，那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声音唱一段歌上传上去，那就变成用你的声音唱歌了，这样理解吗？好，那如果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今天没有这样的东西呢，你可以用所谓的 persona，persona 一听就知道它其实就是所谓的人物志。人物志其实就一听就知道是把那个 ChatGPT 那种角色扮演的概念把它放过来，对不对？它的概念就是说，你可以把某一首歌当做你的范本，把这一首歌里面的人的声音变成一个 persona。那也就是说，你可以像假如说我自己已经 MV 做了那么多首歌，如果我觉得哪一个歌手的歌声其实蛮适合的，我就可以把他的声音怎样把它给放过来，这样有没有问题？好，那因为我好像我原来自己手边的 persona 好像都是女生，所以好像不太适合。对，好，那所以我们就不用 persona，我们就直接让它 create 一下，就来写歌了，好不好？好，那等一下，等一下各位回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听到他所写出来的。好，那其实铃声还没打完，哎，打完他就已经歌写好了。
好，那我们先听一下好了。我们之间的温度像公式在回顾，你看，果然就变女生声音了。慢慢模糊彼此心中变数，来不及去记住爱的容量，好像无法再重复。就是有点像每孙燕姿次呼还是谁？吸都像在计算比例，热情的分子在晃着，毫不客气。还记得那些承诺如粉末般堆积，不怕温度好，太低。那一次他会一次帮你写2首。好，所以呢，基本上来讲，他会一次帮你写2首。所以啊，其实在这一段很重要一点就是不要去那个吝啬你的免费额度，就多按几次。这个好像就比较像他的声音，对不对？我不知道，比较至少是个男人的声音。不难听吧？对啊，所以他们的2首歌其实都还是 OK 的。好，那我们就先让大家先下课，那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再继续后面的部分。好，那所以你会发现用它来生成音乐其实是很方便的事情，对不对？好，那我把它先停下。但是呢，举个例子来讲，像我原来已经有很多的一些作品，假设说我今天要把某个男生里面有男生的歌声，有的女生的歌声，然后我们要把其中男生的歌声挑出来，来让他用那个人的歌声来唱新的这首曲子啊，怎么样子来做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我这边 playlist 就可以去看我原来完成的歌声，完成品，然后里面男生的声音的歌有一个是这个。好，这首就是之前是用那个高尔宣的声音，那个高尔宣的概念来去做出来的。然后那个像这首是没有特别指定用的。我用这个声音来去做一个 persona。好，那做一个 persona 其实也很简单，你就直接把这里面 create 一个新的 persona。好，那make persona 好，然后呢就是用这首歌来作为 persona， 那它的名称呢叫做叫 Man One 好了，男生声1号，然后那个我们来看一下，然后那个照片呢就随便吧，就随便弄一个。因为当初这首歌并没有人的出现，所以那首歌叫 Dropout 啊，也是一个AI 深度学习的名称。好，我里面的那个每一首其实都有一些跟 AI 跟深度学习有关的字哦。那你知道 Dropout 是什么吗？Dropout 其实是一种很暴力的一种深度学习的训练手段。好，那其实会跟什么很像？会跟复仇者联盟的故事很像。为什么呢？因为呢，基本上 Dropout 就是随机的让一半的神经元失去作用。就随机的把一半的神经元给砍掉，然后呢，让他那个逼他要做到说，不管我砍哪一半，你的正确率都不能掉，对他就会置之死地而后生，然后呢就会变得更强大。对，这是一种很变态的一种训练手法哦，就跟 Zanos 的那个其实是差不多的一件事情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所以给他一个avatar，好，那就这样。好，所以呢，等一下哦，我就不要 public 好。那所以在这边呢，你可以上网去，它已经有刚刚看到好像有上千人，好几千个 persona 都在上面。所以如果你想要，你也可以去找找看别人有开放出来的 persona，哪个声音的特质是你觉得比较 OK 的。好，那我们来回到刚刚的那个create 的这个地方。那所以呢，像假如说我今天想要去拿刚刚我听到一首觉得还不错的，那我就可以点这首歌。除了可以让它播放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我看一下 release prompt。好，那这样的好处就是怎样？我就可以把刚刚的那首歌的所有的底层的 prompt 就可以直接叫出来，我就不用再手动再贴一遍了，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在这边唯一不同是，我要让这里面的用的是刚刚的 Man One 的声音。好，我们刚刚要让他用这个 Man One 的声音来去唱出来。好，那这个是我刚刚给他的这个 persona 嘛，对不对？好，那所以呢，这边都设定没有什么问题。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发现一件事情，我根本还没200个他说有2个那个 persona，等于他另外还要额外再收钱吧，大概是这样。他说我还可以再做200个 persona，其实很够了啦，你应该不会去做那么多种声音。好，那所以呢，我们把它 create 出来。好，接下来就是用刚刚，因为它这是一个才刚出来没多久的功能，好像才出来10天左右吧，所以不知道有没有 bug。不过依照那个过去对那个 Suno 的那个的印象，都是它的东西都基本上都是比我想象中的要效果好。对，我们来看一下它这次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好，我们之间的温度像公式在摆布，最男生的声音了，对不对？就用刚刚那首歌的歌声来唱这首歌。好，所以它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所以你有发现生成式 AI 的控制，因为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在做很多的一些创作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要做到控制。以前的创作是这样，以前创作是说你脑袋中已经有一个想法，你要用很多的东西去把它制作出来，要把它复现出来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对不对？就像说那个制作人在制作乐曲的时候，他其实他脑中已经有完成品的旋律在他脑袋里了，对不对？那只不过说他要把这个东西把它具体化的弄出来，所以他脑袋中已经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那个歌手在配唱的时候，他会怎么样要求他？你要怎么唱？你要怎么转音？那个就是因为他脑中已经有一个完美的产品，他要让那个歌手尽量照着他脑中想的东西给唱出来，对不对？但是现在 AI 的做法不一样，我们都知道生成式 AI 没有办法给你固定的答案，所以你看啊，我们同样的一个设置，我按10次就会给你10首歌，完全不一样的歌。所以在这里面呢，很重要的概念就变成说，我们是要先设定好大的方向，歌词先写好，那接下来曲风先设定好。那其实老实说，后面就很多就是从随机的看随机之神眷不眷顾你啦。通常就是按个几次，如果你可以从中间哪一首你觉得那个听起来的比较有辨识度，因为好听是都好听，但是老实说，有一些歌曲好听，听完了你就不记得了。有一些是好听了之后，那个旋律还会一直在你脑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AI 没有办法可以直接生成出来，它没有办法就只能够生成出这种的歌曲，但它可以帮助你产生随机的大量的可能性，从里面你可以去挑出一首你觉得比较好的，所以它的创作的流程跟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以前我们可以要求歌手要怎么样子控制自己的声音，怎么唱，在这边唱的技巧跟这个东西，老实说你很难去要求它，因为 AI 没有办法去给你什么，你可以精细的去控制它里面的细节。但至少现在有了歌声的控制，它可以让这个声音可以让它用这个声音来去那个来表达。好，那我们来看我同时它生成2首嘛，我们来听看另外一首。我们之间的温度像公式在摆布，压力越这个好来越像有比较大，哀伤一点空间的感觉。慢慢模好，糊。好，那么好，那我就都不听了。好，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反正到时候我会把几首把它上传到我们的那个 folder，然后让大家可以对那个可以听一下。好，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刚刚还讲了，我们刚刚请他是往2个方向走嘛，对不对？一个是周兴哲，所以如果以周兴哲原来的曲风，我觉得他掌控还算 OK 的，对不对？好，还算那个描述算是蛮贴切，所以其实你会发现，ChatGPT 虽然它是一个语言模型，但是它可以从它过去里面的知识，它可能没有真的听过他的歌，对吧？我觉得啦，他应该没有真的听过他的歌，但是呢，基本上来讲，可能从他的歌词，他可以去做一些猜测。好，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另外还有一个版本是要干嘛？请他要做一些突破嘛，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突破的关键词，我们把这一堆贴过来。所以等于说，以刚刚的这样的一个设定来讲，我们其他的设定都不用动，只有哪里要动，只有曲风要改变，对不对？歌名也一样，但是那个词也一样，但是我们唯一要动的就是曲风。好，我们来看一下好，那所以我们来看它这边的曲风，把它调整了之后，一样还是用刚刚的那个声音来唱。我们来回忆一下。
哦，那你会发现它生成速度非常快。好，但是事实上呢，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快，因为它其实是用了一个小小的技巧，它可能生成出前面10秒，它就让你先听了。那你以为是整个生出来，其实还没有，它整首歌其实都还不清楚。所以你看，我点了这首，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告诉你它这首歌的后面总共有多长，它还没办法。哎，是不是另外一种风格了？我们之间的温度，怎么变像成是在摆布，声音变成压抑不对啊？越来这声音不对。越大，空间慢慢模糊，彼此心中的变数。看那另外一首呢，就是生成 CI 有时候就还是会给你意外，对不对？所以虽然声音控制，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控制不了。我们之间的温度，哎，像公车在我觉得然后他会设计出一些很奇怪的桥段，对不对？慢慢模糊彼此心中的变数。我觉得不难听啊，来不觉得还及去不错。记住，爱的容量好像无法再重复，彼此呼吸都像在计算比例。好，那万一基本上它一次可以生成4分钟，好，以它现在目前的这个机制来讲，就是4分钟。万一啦，就是我讲你如果要多加一些长度，我也不会觉得不 OK。那你觉得，如果万一他唱到4分钟还没唱完怎么办？你就可以直接点它，然后呢，在这里面会有一个叫做 extend，好，在那个create 这边会有一个叫 extend，就是其实就跟我们电影片一样，影片我们说了，你做这个影片，然后呢，最后一帧来当做下一个的第一帧，它就会继续往上延伸，这个也是一样。然后只不过说音乐的话，它不会真的用你最后一帧来去当做你的下一个声音的开始，它会基于前面的这一堆。然后呢，先用一大段来去延伸往下，然后再把前面的给切掉，这样子它就会变得更接在一起，会更顺更好。那因为我们知道之前的那个影片的都是我说帅不过2秒，就是2秒就会歪掉。那你会发现音乐它的掌控其实是蛮厉害的，它是可以整首都很稳定，整首唱起来的都是好听的，对不对？好，那所以有时候，但是它的可能副歌，也许你希望它的副歌有不一样的唱法，或者怎样，那你还可以怎么做嘞？它在这里面还有所谓的 crop，看一下，因为他这首歌还没唱完，还不知道多长，所以他现在暂时还不能用那个功能。如果我们找一首前面已经唱完的歌，随便一首，然后你会发现它在这里面有个叫做 edit 里面呢有一个叫做我看一下crop song，crop 就是裁贴，裁贴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今天四分钟，因为4分钟其实很多歌4分钟就唱完了，所以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变换不同的副歌，怎么办呢？你就可以把这首歌从快要进副歌的那个地方给切掉，然后呢，切掉了之后，我再用这首歌为基础，再去做 extend，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会产生出不同的副歌版本的一个结果？这样可以理解了吗？所以你可以用这方式把它切掉，哪些是你要的，哪些要裁掉，然后它再从后面剩下来的再去做。然后它也还提供了所谓的 replace section，replace section，那万一你不是要这个，万一你头要尾要，但是你中间不要怎么办？所以你可以贴出一个区间，请他重唱一次这个区间，这样理解吗？好，所以我觉得他还蛮聪明，因为这些都是最近的新功能，以前本来没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都共同要有的需求嘛，所以我觉得他回应的很快，然后我觉得还不错，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很快的去做出一个我们比较理想中的概念，所以创作就变得不一样。以前是我先想好了让它重现，现在比较是我有个大方向，他来做出来一堆给我看看，我觉得 O 不 OK，对不对？有点像是用这种请示的方式，所以也因此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也许未必很懂音乐，但是听的觉得好听或不好听，这个是很主观的，我们一定可以判断的。至少我可以用我主观的角度来判断，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他就可以利用这样方法，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跳过乐理，然后来去做到这些东西。因为乐理是因为我们人从一开头要制作到最后沟通用的一种符号的一种专业的符号系统，但是问题是 AI 就一次帮你做掉了，所以它根本不需要这个中间层。
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做出还不错的一些歌曲的一个方向。那如果你今天要去做所谓的一个背景音乐，或可能就是说你已经有个影片，你想要用在你的影片里面加入一些背景的一些音乐啊等等的话，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哦。我们来看一下，好，那么怎么去采用背景音乐？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就直接做一个简单的示范好了。好，那就是一样嘛，我们也可以请 ChatGPT 来帮忙。好，那我今天假设说，那个我们想要做一个，好，好，所以呢，这写的太长了。那个 Suno 点 AI，我记得只有200字的上，我看一下啊，它的 Create 歌曲里面，风格里面只有120个，对，所以它不行，太长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好，我们把这个贴过去，不过我觉得这应该有超过。好，我来看一下啊 Epic Emotional，所以其实它不一定要是一个很完整的句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应该是有超过了，我猜猜。好，诶，应该对被截断了。好，不过没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那我们所以这个边就不会有歌词了，我们是那个 instrumental。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给他一个，我们请 ChatGPT 一样，帮我想个歌曲标题。说 density。好，我们看一下啊，这是他所想的歌曲的歌名，那个曲，这个背后的那个配乐的一个配乐的这首歌的歌名。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把它贴上去。好，然后这边当然就不会有用到这个 persona，然后就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哦。Epic，所以像这种连接符号就可以把它拿掉 ，and 啊这种就可以拿掉，就是你可以用逗号来代替 cinema score with 好 d base and 有一些我想想看就可以直接好，我们就这样子先丢下去了，让它去生成好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做背景配乐的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下就生成了。你看听起来好像又跟那个差不多，对不对？差不多的调调，好像听起来都是这副德行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就荡气回肠的电影，是你听起来像什么赌神之类的，就对不对？是不是很像什么赌神出来的？这是另外一首，所以你看一样，它也可以生出不同风格，但是我觉得它的多样性就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如果你今天做影片，如果没有配乐，其实会有点干。我会建议你可以稍微做一个简单的配乐，把它放在后面，会比较听起来会比较好一点。好，所以呢，以上这个是有关于音乐生成的部分，有没有问题？好，所以如果当然你的作业里面有加入音乐生成的元素，我觉得对你来说一定是加分的啦。因为对我来讲，你们出来的东西除了最重要的2个东西，第一个技巧上的表现，你能够把我们这次课堂上面所教的东西越多元的呈现在上面，当然对你的分数就会越高。第二个，我希望是你自己的理念跟想法的呈现，创意。
好，你不需要文以载道啊，对不对？不需要一定要讲一个很严肃的事或什么，不需要。你可以讲任何，就是让它变成是一个有趣的，有表达出你的想法跟创意的。你可以是一个 MV， 也可以，你也可以是任何的一个简单一个小动画。有人期中作业写的是小说，你可以把你的小说变成画面嘛，对不对？你的有很多人的那个你的期中作业其实是可以把它变成画面的，你就可以考虑把它给转换过来，对不对？好，那大家还是一再要提醒哦，那个我查过了，Luma 的免费额度一个礼拜是50则，50则影片。好，所以啊，你要注意哦，如果你太晚去做，你可能如果你只用免费额度的话，你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去完成你的作业，这点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而且我们并没有让各位分组，所以你也不能拿别人的额度来用，对不对？当然，你可以请你的亲朋好友去想办法帮你生出额度来啊，但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嘛。好，所以请各位注意，你的作业不要太晚开始制作。然后你们有任何的问题都也都可以，可能我们下一次上课好像是最后一次了嘛，对不对？不是，我们下一次上课是讲的是剪接。好，大概是在我们这次课堂当中比较重要的，最后要把你的作业组装完成的部分。那再往下一次就是要交作业了嘛，对不对？好，那所以各位，请各位还是要注意哦。那你可能开始做的过程遇到任何问题，我们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都可以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回复。好，那么我们其实今天是把另外一堂课程里面的内容把它去并在这一堂课当中，因为我们放了很多台风假，还好不是听说明天又有台风要来。对，那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我们把刚好下一次原来的那个课程也是跟声音有关。好，但因为它其实的里面免费资源没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就还好，我们就把它并在这边，因为其实大家用到的几率可能会稍微小一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讲的是数位原生Digital Twins。那我们在这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个简单的范例。好，我们看一下哦。各位大家好，我是 AI 版的尹相志老师，我是他的数字人，很高兴跟各位见面。好，这个是我们之前我之前有播给你们看过吗？好，那我们上次有资源要讲说，你想要复制你自己的声音，如果你想要复制你自己的声音，那基本上因为我们这次用的是 CapCut， 那它里面呢是有免费的提供，可以自己制作自己的声音克隆。好，那可以做自己的声音克隆，然后而且目前是免费，然后在它其实就是免费，会有一个蛮大的额度，那个额度大概大到我之前去制作了大概将近1个小时的影片，然后呢中间有很多失败的连在一起，全部加起来也都那个额度都够。那所以基本上来讲，让你们做作业，你要让它长出你的声音，这个是绰绰有余，是可以的。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怎么样子让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复制自己的声音。那现在数字人的这个 solution，CapCut 的那个声音的复制是免费的，是目前它现在如果你想要让它可以对嘴，老实说现在呢免费的资源就比较少了。好，有啦，等一下我们也会讲，但是因为它给的比较小气一点，所以那个可能你也没办法做太长的那个的影片。好，我们先来示范一下怎么样子来去做我们的这个声音克隆的部分。好，那我这边呢先开启了我的 CapCut。好，那所以在这边这个应该大家已经有人开始在用了吧，对不对？我们就是先点进去开一个新的影片专案，然后你就可以去把一些你的这些材料放上去。请各位注意哦，因为刚刚有同学就是他其实要做一些操作，就发现档案传不上去，告诉你说满了。满了的原因是因为你预设的空间其实是没有任何空间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呢去把你要的东西放上去，你就直接在这边按一下那个建立新空间，有没有问题？就按一下建立新空间，它预设会给你5G 的大小，5G 的大小虽然不大，但是要做个3分钟的影片是绰绰有余了。好，那它给你的5G 的大小，那请各位注意哦，因为当你今天使用这个空间的时候，
假设说你每一次都要在做的过程当中绘出来，把它那个转出来看一下目前的效果，每转一次都会占一次你的空间，那你就要特别注意，当你滑鼠按到这个空间的时候，你可以在下面可以看到，它会有所谓的草稿啦，会有绘出来的影片啦，还有你放上去的材料，我会建议你可能定期的要把过去旧的绘出来的影片都可以把它给删掉，这样子就不会占你的空间。那因为我是付费的使用者，所以我的空间蛮大的，所以不用太担心。如果你们是用它的空间的话，那我可能有200G，我就不用太担心。那如果你们请注意，如果你们的5G 你觉得不够，它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交办的任务，它有个叫做任务列哦。那有时候它会交办你一些任务，就告诉你说，你只要完成它指派的任务，它就可以把你的那个空间再给你加大多少。你去看一下，它会有一些这种3不5时会推出一些任务，那你去完成。尤其是说，你可以再把另外一个朋友加入到你同个空间，它好像就额度就会增加了。好，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试，它有一些技巧可以让它增加额度。万一真的还不行，教各位你可以用手动可以新增很 N 个空间都可以，只是说它就蛮麻烦的，不同的材料会被摆在不同的空间，有点讨厌。那如果这个就是如果你没有要用付费的额度的情况下，这个是大概是一个间接的做法。好，这样可以理解吗？好，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去进入到这个把专案设定在某个空间当中，进入到这个专案，然后呢就会出现像这样的画面。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声音转文字，那个文字转语音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里面我们会需要先给它建立一个字幕。好，所以这边我点一下字幕。你可以在这边，它可以，因为我已经建立好，所以在那个字幕你可以用什么自动辨识，也就是说，我原来给一个影片，它会自动根据影片里的声音里面人讲的话，那这个就是语音转文字嘛，对不对？那你也可以打字，让它文字转语音都可以。好，那我们基本上这边要来，既然我们就是说 AI 生成，那我们既然希望声音也是 AI 的声音，都是 AI 来去做的，所以在这边呢，你就可以去怎样？去产生我们的字幕。好，我们来看一下哦。所以假设说我今天是手动的填入字幕，我这边呢就先很快的去把一个什么，把那个这几天的台风新闻，好，那我就随便抓了一个台风新闻的内容，我就直接怎样，直接把它给贴上来。好，这是我上网随便抓的。然后天图台风怎样，这是一段里面的内容，对不对？我们如果想要用我的声音把它给念出来，那你可以想象说，我要用我的声音念出来，那要怎么去做呢？首先字幕要先打进去，打完了之后，等一下还会再告诉各位字幕打的时候有一些小技巧。那我们先看一个最初级的版本，就把这个字幕一股脑的全部扔进去。扔完了之后怎样呢？然后我们呢就可以在这边点它之后，你可以在右侧看到有一个叫文字转语音，有没有看到？好，然后在这里面呢，语音里面有好多版本，有一些预设的，但是老实说，它预设的都基本上是要付费才能用的。好，那有一个叫自定，目前是免费的。好，那我之前有问过大家，那个声音克隆需要多长的时间可以把我的声音复制出来？要需要多少的样本？大概10秒就够了。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子来建构一个我们的所谓的一个自己的语音的声音克隆模型哦。所以呢，我们简单来讲，这里面有一个制作，有没有看到？我一点，它就会怎样问我那个开始怎么样子去产生一个声音克隆模型，就很简单，把这句话念完，它就可以复制你的声音了。好，那我简单的再示范一下，不过因为用这个麦克风，可能那个音质会不太一样，那我们还是示范一下。我们假设周遭是安静的，然后我们就来这样录制一下。地球的磁场就像是地球的隐形盾牌，它不仅影响我们的导航系统，也保护我们免受太阳和风的直接冲击，是地球生命安全的主要屏障。好，那他就开始帮我储存我的声音，他就开始帮我直接制作了。好，这样子就是把刚刚那段念了大概几秒钟的一个声音，他把它录完，就产生这样的结果。我们来听听看它的结果。这是你的专属克隆音色，希望你能喜欢。
对啊，看起来也很不 OK，那个声音太哑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安静的环境，而且麦克风的又有经过这个麦克风，我们来听一下那个我原来的，我已经用了我那个之前录的声音哦，来去产生一段语音，我们先来听一下。天土台风加速北上，今日路警海警齐发，甚至恐登陆台湾。对此，中央等下我把那个字幕拉出来，否则它就会看不有声音但没字幕。对，就要把它拉到跟这个声音的长度一样长就可以了。好，央气象署公布海警齐发，甚至恐登陆台湾。对此，中央气象署公布最新暴风圈侵袭全台几率，各县市侵袭率都提高。哦，那这个就是用我的声音克隆出来的这个东西。所以你只需要怎么做呢？你只需要台风假停班停课。我只需要有一段，我在这边有一段我的文字。假设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声音，要不按下这个你的这个开启这个文字转语音，然后直接点你想要的声音。然后它在这边有一个有耳机的，是帮你预览，就是让你可以事先听一下这个声音，而不会真的去，它会帮你念一小段，然后让你可以听听看你要哪一种。天兔台风加速北上，今日路警海。这个是我拿别人的朋友的声音。天兔台风加速北上，拿着我声音。天兔台风加速北上，今日好，对不对？那你就可以听听看哪个声音是天兔你想要的。台风加速北上。其实这个老实说一样嘛，你既然这个录，你每一次你讲的那种情绪风格、语速都不一样，所以我自己都是录好几个，然后看不同的情况再来去选择要用哪一个。然后你只要点了之后，它就开始帮你生成出这样的一段下面的音档。好，那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完成了这样的声音的配置。不过老实说，他刚刚这样念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也还好。就是它不会太中央气象署公布最新暴风圈侵袭全台几率，各县市侵袭率都提高了，有2县市破80%。好，我们来看一下，假设说我们有另外一个那个做数字人最有名的公司叫做黑菌。好，等一下叫做黑菌。好，那这家就是我说它的免费额度有点小气啦。好，有点小气，好像只能做个十几分钟之类的。好，你们可以到时候连过去看一下它免费额度的条款，但我不太记得它是多少哈。但基本上来讲呢，我要讲是说，可这家公司现在很厉害。前阵子它推出了一个新的功能，把大家吓到了，就是它可以直接在 Zoom 里面去用一张照片，然后放个 Zoom， 然后呢就让这个 AI 就直接在那边讲话对嘴，然后跟里面人开会。然后人对它可以完全做到像这样的程度哦。好，那它里面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假设说我们来试试看它里面的声音模型，你就知道那个声音克隆模型的好坏，有时候真的会，有时候是真的差蛮多的哈。我在这边让它先做一个它是一个在这边 script 就是要念一个脚本嘛，然后我在这边其实我有录好的声音模型，我们可以先来试试看。好，这边用的是我的声音模型，而且我把它的声音调整成为我们要调整成的是不是英文？我要的是全球那个，我要的是中文。好，我要中文，而且我可以指定是中文的台湾。好，我要的是中文台湾的。好，我们刚刚就可以把那一段内容。等一下，刚刚那一段内容在这里，把这一段的那个台词，对，可以帮我可以把它给 copy 过去。好，好，我这边随便乱拿另外别片好了，对，因为我找不到那个源头。好，我看一下啊，随便拿，我就挑个第一段。好。那么来看一下，用它这边来讲出来的声音会是怎么样？你就可以比较出好坏。但我不知道它是有没有什么突然的进化。好，但因为它之前声音听起来蛮恐怖的，我看一下。然后所以这样点一下，它才可以开始去用 AI 来去生成这个声音。好，它生成好了。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昨13日宣布将提名福斯新闻主持人赫格塞斯很明显的不出 OK， 任国对不对？防部长。就是虽然他没有那么的荒谬，比传统的机器人的要好，川普对不对？对美国外交政，他的确比传统的机器人那种声音要好，但是他其实有那个声音很平，对不对？完全是平的，跟刚刚的那个完全不一样，对吧？好，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所以我自己永远都是用 Pickup 先把声音合成出来，再把那个声音，因为它除了用自己的声音之外，你也可以用上传的方式。上传一个那个声音档，反正它对嘴，它不用，而且它对嘴它是不用管任何语言的，它是不用管任何语言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我这边来，做出来的所有模型，因为它其实并不是真的去会所有的语言，而是它的做法是，它其实是去找出来说，当要发出这种音的时候，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嘴型。好，它其实是用这种嘴型的概念来看，要发出这种音要用哪一种嘴型，所以基本上来讲，只要录了这样的模型，其实要做哪一种语言，其实一点都没差。好，它其实是没有差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我这边之前有做的一段影片，我找一下，那个是我拿女明星那个，看一下，等一下哦，诶。应该是这边，找到，怎么一下就跑掉了？对，好，这边。アランからの招待を受け、台湾人工知能学校で週末研修クラスの特別ゲストとして参加することに喜んでいます。有没有？他嘴型都是合的，对不对？他其实我这个是有做中文版，也有做日文版。好，等一下我看一下。彼は私を見つめて考えた後、画面に現れるだけでもう完璧な解釈だよと言いました。好，这个是中文版在这。アランからの招待。各位大家好，很高兴受 Alan 的邀请，成为他在台湾人工智慧学校经理人周末研修班的课程的特别来宾。我问他这次课程的主题 AI 加速视觉沟通，我该如何切入这个主题呢？他看着我想了一下，然后说，我想你只要出现在画面上，就已经是完美的诠释了。因为他就是这个范例，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我们同样的让他可以让他讲日文版。アランからの招待を受け、台湾人工知能学校で週末研修クラスの特別ゲストとして参加することに喜んでいます。テーマである AI によるビジュア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ついて、どのようにアプローチすればいいか尋ねました。彼は私を見つめて考えた後、画面に現れるだけで。所以现在来讲，已经也像那个黑俊就有一个专门的功能，就叫做那个 Translate Video。你可以给他一个讲中文的影片，然后他可以吐出来的结果是同样的人、同样的画面、同样的背景，但他就把只是他讲的语言全部换掉，换成某个语言，但是而且嘴型会是用讲那个语言的嘴型来呈现。好，这个是现在已经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对应的这样的技术哈。好，那所以呢，在这一块来讲啊，所以我想到时候大家可能很难把它直接整合到你们的作业，所以我刚才说这个数字人的这一块，我们的篇幅就没有放的那么的大，因为基本上来讲，它的难度比较是现在的工具并没有任何一家工具可以一次做完，要么就是语音很 OK， 但是额度太吝啬，对不对？或者就变成说那个额度 OK 的，但是它的那个语音又不行，所以反正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它其实是那这个要怎么样完成一个所谓的一个影片呢？其实它就会在这边，刚刚它就可以选择一个 avatar 啊 ，avatar 我可以在这边呢，有的是 AI 生成的，我自己用 ChatGPT 画的。或有的是用我的照片，或者是用卡通人物。好，假设说我今天把这个卡通人物给放过来，点一下放过来，然后呢，我们可能有背景。如果你觉得背景不要，你可以按一下，它就帮你直接去背了，有
有没有？就帮你直接去背，然后你可以直接让它如果像那种主播式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放旁边，然后在这里面再放一个子画面，对不对？你就可以等于是在播报新闻了，对不对？好，那这个里面呢，在这边，然后而且它已经有 script 了，然后呢，你可以看到，所以像这个，所以如果你们有人有登录进去，你可以帮我查一下它的免费额度到底是有多少量，可以顺便让同学们知道一下，就是因为这个的好处是，你只要声音的档案没问题，图片没问题，它生出来的东西就基本上没问题。就是而且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它结果，所以我就可以直接 review， 然后我就直接好，那我们就可以直接 submit 一下。好，那我们就是好 test one 好，假设说我们就是让它给执行下，然后呢基本上它的生成时间都会稍微Hedging 的话会稍微久一点，但我不知道它现在有没有进步，那希望有。他把它扫描之后呢，这边就开始在做生成的动作。好，那我们随便拿一个以前旧的，我们找一个那种讲的内容讲的稍微比较多，这个是32秒的一个版本，我们来看一下哦。为什么我会说科技会带来流程的改变？以我们讲师的工作之一录播课程为例，如果是直播讲课，就算讲的过程中出现错字、赘字，我都不用担心，因为讲完了就过去了。字幕给我们是当我们是录播时，因为它其实是大陆造成完的美主团队义作祟，去美国因此开的，会一再重录才肯罢休。录完之后还要去校正那错误百出的逐字稿，几经折腾才能完成录播课程的任务。就你发现它的字幕的那个声音的切点都切的不太，会有点不对。好，那所以真的就是他在语音这块能力就比较弱一些，但他强的是在对嘴的部分。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早期一开始拿它来做对嘴的时候，真人照片的时候，他永远会把我变成龅牙，因为他就是那个在做嘴型的时候，你知道说人脸3D 建模的时候，嘴巴跟鼻子鼻孔是不建模的，所以也就是说，它等于是那个牙齿是另外再画一个假的牙齿塞到那个嘴巴里的洞的。所以我觉得他那个就画的有点太夸张了，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变成一个龅牙。诶，他在这边说我侵犯了那个因为我可能播的是气象预报，他可能觉得我现在，而且他可能觉得我现在在散播不实新闻吧，对，好吧，好，那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来讲，如果是那个动画人物的话，基本上会是像我们可以拿个过去已经做好的来看一下就可以了。好，那所以基本但是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它没有办法让不像人类的东西开口讲话，这样理解吗？就是我曾经有试过，我能不能让一只猫或者是让什么样来说人话？抱歉，不行。好，它目前是不行的，那个看起来不像人的东西都不行。它必须要很接近人的脸的东西，卡通人物的人脸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是那种就是假如说是吉祥物那种就不行，或者是动物也都不行，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像这种是 OK 的。来看一下以及到底跟我工作上有何关系？好，这个是我拿来补一些那个发音怪怪的部分。好，所以这样大概了解吗？好，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数字人。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失败的可能性很低，对不对？如果像我今天要录播，我可能只要咳嗽，或者是我大舌头，或者我讲错字，讲的赘字太多，我是不是就会很麻烦？我就要重录，对不对？那现在这个东西等于是这样，只要你的深克隆模型没问题，你文字写出来。然后再接下来呢，你的声音克隆把它正确念出来。但声音克隆里面会有一种可能的小小的问题。举个例来讲，因为像现在来讲，很多都是大陆那边的技术，而且用的是大陆那边的材料，所以他们的发音有时候会跟我们很不一样。像微软，然后他们叫做微软，对，然后或者是那个角色，他们的角色。那所以呢，如果他念出来的音会跟我们台湾习惯的发音会不同，那这个时候你会该怎么办？教各位一个小技巧，
你就故意在你的写的那个稿里面写错字，写一个确定一定是这么发的音，但是不是正确的那个字。因为像例如角色，我们如果给那个角色，它就一定会念成角色。但是如果你把那个脚故意写成脚丫子的那个脚，它就会发音正确了。所以那个就是刻意的写出同音的错字，来去确保它发音是正确的。这个逻辑好怪，对不对？那是因为没办法 AI 会犯错，那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那万一你会发现它有时候会越讲越连贯、越连串的讲，没有断气，没有中断，让他觉得很像机器人的语调很平，怎么办？那简单做法是，一般现在的生成式 AI， 如果你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解决，你想让它有断句的效果，那会比较建议的做法会是像这样。好，那举例来说，我们就是好像这个，它现在是这样子连在一起，所以你就可以怎样？天度台风加速北上，你就可以按下那个Shift Enter， 它就可以直接换行。直接换行的意思就是一种断句。好，换行它就是在换行的时候，它都会稍微停一下。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一大串让它一直念这件事情，念的效果没那么好，我通常都会建议你应该要稍微做一下断句，这样子它的念的语气会变得比原来的更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一些东西是要特别注意到的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念的字句，有时候其实一个词它可能跟有一些中文的字，像例如结婚的和尚未结婚的，好像这个是我们在做中文分词常用的一个句型。因为你如果断句没断对，它就会跑出和尚的，对不对？结婚的和尚未结婚的，所以有时候字跟字的字句也很重要。但是问题是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怎么控制字句呢？一样，如果这个词这两个字是要并在一起变成一个词汇的，你可以用中括号把它给括起来，它就也会把它当做一个完整的词汇，就比较不会断字在不该断的地方。好，所以等于是说你都要用一些小小的提示来教机器怎么做。然后呢，这个其实就是只要能够掌握这样的技术，那你后面就可以省下很多自己就不需要自己出入境自己来去拍摄了嘛，对不对？好，这个就可以让 AI 来帮我们来去完成这样的任务。好，所以这个是大概是数字的部分。其实我们今天谈的大部分都是跟什么有关？声音还有一个小东西，你的影片里面除了有背景音乐的声音，你人讲话的声音，有时候还会需要什么东西？或需要音效，对不对？好，那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可以选择在这里面，这里有一个音讯 ，KCUP 这边有音讯，有两种，一个叫音乐背景音乐，这里有很多已经有授权给他们可以使用的免费使用的音乐，你也可以直接从这抓，就直接可以变成你要的配乐。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就叫音效。那像例如说 punch， 好 ，punch 是我很爱查的一个punch 像什么呢？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呢，对，这个都叫 punch， 就是有点除了 punch 一个是揍人家一拳那个叫 punch， 还有就是说那个可能在段落跟段落中间的那个转场或者什么之类的那种小小的音，对不对？这种是不是在节目里面很常见到的这种过程？那或者是呢，如果我今天有出现的是我想要听到的是 dog， 好，我想要听到狼叫，对，狼叫，好，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元的资料库，你可以直接来去使用它，然后也可以丰富你自己做出来的影片，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到这边。下一次上课是要谈剪接，所以你最好要先开始制作你的东西。所以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在下一个礼拜的课程都可以随时来，就是有问题就可以提出来哈。好，那我们课程就到这边哦。好，拜拜。